什么景点只有1%的人能进入？在狭缝峡谷里穿梭是什么体验？这里是大地亲手画出的波浪，静止却仿佛在流动。这里是亚利桑那的波浪谷，它是全美最难进入的自然景点之一，每天只允许64个人进入。在无数次抽签中，我们终于获得了门票。我们现在就进到波浪谷的里面了，这个纹理真的是非常的。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，欢迎来到波浪谷。故事要从中签的早晨说起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到了波浪谷的安全须知的地方。This is the official map from 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to go out to the wave. 这个简报会告诉我们波浪谷的基础消息和需要带什么东西。在进入波浪谷之前，我们瞄准到了国家景观公路，结果就在这个公路，我们遇到了本次旅程最好玩的步道。犹他12号公路也被称为跨越时间之路，因为它跨越了不同的地质。首先，我们将要到达远古的海底。这个展板有说这里有很多的化石，对，所以大家看前面应该都是古代的海底，后面地面抬升，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。仅仅翻越了一个山头，地质就发生了变化，两侧的灌木越来越多，地面也逐渐变成了红色。很快，我们就要到达最好玩的步道起点，以及看到犹他最具有标志性的地貌——狭缝峡谷。这是我们的 trailhead， 我们从这里走的，大概这样绕一圈回来。哦，他说这个 canyon 非常的狭窄，你看你穿得过去吗？官方说，如果你无法通过这个夹缝，你将不能进入这个步道。然而现在的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置。哦哟，出发！大家看，要爬这么高上去，好了，大概有5米吧。上，手，左手放到那个坑里，右脚放那个坑，对。我们现在成功从这个5米高的地方爬了上来，你还可以吗？然后我们要继续往这个洞里面探索。相信你可以的。走吧。走。我觉得需要把书包取了。这边也挺好看的呀，进这个非常狭窄的，可以走。哇，这有一个凿出来的爱心形状的洞。从这下去，然后走这个很狭窄的峡谷，一直往里面走。哎呦！你以为狭窄就是最难的地方了吗？并不，接下来绝望的无限下坡才是最难的地方。对，我是把这个脚放在这儿，对。And here， 好高啊，好高。Yeah, hit a pretty big one. Yeah, there's a big drop. Yeah, I get it. Okay. You can just say.
Not easy。有点像女巫的洞穴。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们花了大概3个小时走完了这个2迈左右的，完了这个峡谷。本来它其实挺难的，也挺有趣，再加上我们背了这么大的包，难度就乘2了。但是总体而言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本应在此掉头的我们，还是想着12号公路的深处究竟有什么，没想到却看到了非常壮丽的日落。这个小镇里看到了什么？这是一个老式加油站。那现在看起来像是没有人，对。那是个餐厅嘛，关了。关掉了。但是还有车停在这里。这一条 trail 的尽头了。然后在网上之前也没有看到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们想看一下开出去会是什么样子。Into my life and I am glad you came, glad you came. 在交完费和签字之后，我们就正式进入了只有许可才能进入的波浪谷区域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跟着这个地图走，现在它让我们从这个小缝里面钻过去，应该就是前面那个了。进入波浪谷的路并不明显，所以我们同时依靠了手机地图和纸质地图。加油，加油！能看到这个双峰，还有这个远处的 Tipis，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沿着这里走了。我们上了这个坡就到波浪谷的正中心了，让我们进去看一看会有什么惊喜。哇塞，这个纹理！我们现在就进到波浪谷的里面了，这个纹理真的是非常的别致，主要是它很大。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探索一下这个地方吧。我们就再穿过去。Oh, head that round. 游荡了半天之后，我好像终于找到那个 dinosaur track 在哪里了。这个 dinosaur 它在从这里1步2步3步往山上去，然后在这里留下了脚印。它这个像牛奶进到了这个红茶里面的感觉。是啊。好，爬上这个很陡的坡，去到一个叫做 Second Wave 的地方看一下，还看到这有一个老哥在这里露营。好的风景永远值得坚持和探索，而这里只是世界的冰山一角。